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哪种灵魂探寻。今天呢，我们会来连接一下宇宙的高频能量啊，来为大家去连接一下，在你的意识层面、灵魂层面、潜意识的层面，那么你即将经历哪一种探寻？我们今天呢，会从好几个不同的方向来为大家去连接这个高频的能量。首先呢，我们会来看一下你当下的一个能量意识是怎样的状态，是怎样的一个我们所谓能量的层级然后呢，我们会来具体的看你即将经历的是哪一种灵魂探寻，在这个灵魂探寻当中可能包括哪些内容。然后呢，我们会来看关于这个灵魂探寻它的难度在哪里。那么你勇敢的接受了，或者是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召唤，那么你会看到哪些成长？你会获得哪些好的提升呢？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期间，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宇宙呢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啊，具体的建议呀。OK，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呀？你是否愿意呀？那么过去的能量和当下对你未来的一个影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说你对今天的一个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这一个灵魂探寻的主题，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哦。好，那今天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呢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那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今天第1副牌的朋友呢，我为你们选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一个孔雀铜矿。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颗宝石之一，非常的闪亮。然后呢，这种古老的绿色里面带有这种神秘的海洋蓝啊，深蓝色的，又是这种很闪亮的这种它是铜矿来的嘛，所以说这边更多的铜矿，蓝色和绿色的一个交织。好，第1副牌的朋友孔雀铜矿。OK， 那有朋友反映呢，这个石头放在这个牌下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牌下面。第1副牌的朋友呢，你们的这个面前的塔罗牌就是这个小龙的牌卡好，来第2副牌的朋友，第2组牌的朋友呢，这里我为你们选的是蔷薇灰石。今天我们用的是蔷薇灰石作为你的能量蔷薇灰石。好，我们把它放在下面。然后呢，你面前的这个是一个 Ostara Taro。OK， 你可以看一下，这种很有春天的气息浅绿色，上面呢有这种红色的花朵。OK，好，再来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了。那么这里呢，我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白水晶爱心。我们今天的这个爱心是有冰花，对，白水晶爱心。好，那你们面前的这个塔罗牌呢，是一个Green Forest 绿森林塔罗牌。OK， 好的。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在这其中，它的难度在哪里？对于我的提升和成长又有哪些？
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出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跟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有朋友如果在选牌的时候啊，对其中的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啊，在能量上都同时的很有感觉都有就是被这个能量所连接到，那么我会建议你呢2组的信息都听听看，因为呢你有可能在2副不同的牌组的能量当中都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有连接或者是有帮助的讯息。好了，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吧。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很漂亮的孔雀铜矿。那这个宝石呢，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你去集中注意力。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繁杂的琐事啊，就是被调走，就是我们的一个主线，或者是忘记了我们今天究竟最重要的事情、最需要做的是什么。那么有了这个孔雀铜矿呢，我们可以把分心的能量全部都收回去，然后呢，让我们把每一件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好，并且是一件一件的从头到尾、至始至终做到结束。所以不会有那种半途而废，或者是说能够帮助你去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把它给做完。OK， 这个是孔雀铜矿送给你们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来抽一下今天的一个牌卡。我们先来简单的抽2张牌，让我来先连解一下当下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信息，让我来看一下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意识。OK。好，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OK， 那么今天的这个牌已经出来了，第1张那今天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抽到的第1张牌呢是 Eight of Pentacles。这张牌呢，当前给我的连接和对应是第1组牌的朋友，当下你的意识层级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谦逊。我觉得当前你有很好的耐心去帮助你去吸收、学习、成长。OK， 那么当前呢，也有一部分朋友，也许你是跟教育工作有关的话，那么当前你可能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去帮助教育别人，你很有耐心，你可以去分享你的经验，分享你的智慧，给你喜欢的人，给你觉得需要你帮助的人们。所以当下在你的意识能量层级里，我看到是你非常的慷慨，你就像一个海绵一样，你可以吸收很多很多，你可以吸收别人的意见，你可以吸收知识，你可以吸收书本里面伟人或者是名人的那些经验。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你的这种吸收能力也在乎说别人给你的评论，别人给你的需求，别人对你的期待，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进你的这个宝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抗拒的心理出于各种原因，但我觉得当前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就像海绵一样，你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吸收，而且我也看到在你当前的生活里有很好的一种能量在包围着你。有的时候这个能量的互换无论是我们去给予还是别人给予我们，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谁给谁得，有的时候这个能量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个能量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如果这个能量是爱的能量，是高频的能量，都很好。如果这个能量是低频的能量，无论是你得到了，就像我们讲也许我们得到了也是我们争来的，也是我们抢来的，我们得到了也是别人吃了亏我们拿到的，这些能量未必是最好的。所以最好的能量层级才是最好的一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像能量之光一样的喂养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呢，在你们今天的第1个能量里金币8这张牌里面，我看到了这种很好的、很平易近人的、很谦逊的能量在你当前的意识层级里。
也许你的心里已经看清楚了，或者是你已经找到了这个方向和目标，那么当前你正在通往目标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只要你去吸收，只要你去往前走，只要你不放弃，那么终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到达那个你自己心中的成功的彼岸啊！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张牌金币吧。 OK， 好，今天我们就抽2张牌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第2张牌呢，这边是一个金币10，然后也是一个正位的牌啊。这张牌呢，我看到是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一个吧，我觉得你们可能很需要一个温暖的大后方。当前你们的能量层级在告诉我，你们需要稳定，你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去支撑你们接下来的一个，我觉得是更高的、更阔的、更阔达的，或者是更加就是有挑战的一个未来。你们需要一个大后方，这个后方可能是你的物理的家，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你的爱人，可能是你的这个至交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老师。 OK， 我觉得你们当前有很强烈的需要或者是需求度，这个需求度不是去我们在讲酒肉朋友，不是在讲这个出去玩闹，不是在讲探寻，而是稳定。你们现在需要稳定，而且你们很重视稳定的能量，你们很重视后方，很重视基础，因为这个后方和基础是你们接下来我觉得是探寻的一个很关键、很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也就是说，当你有了这个稳定的基础，有了你心中的城堡，你就不怕外面的风雨。OK， 也许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当前意识层级也发现了，其实没有什么比一个知己，没有什么比一个家庭，没有什么比一个稳定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许你们已经过了那种玩耍呀，比方说疯狂啊，或者是那种挑战啊，或者是不管不顾的那个年纪，或者是那个时间段。现在的你给我的感觉，你非常的稳，看事情看得很有深度。我觉得你现在是在成熟期的这个过程里啊，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给我很稳的感觉啊，这个是你当前的一个意识层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的一个灵魂探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吧。首先呢，给大家看的是，今天我有1张牌是提前抽的，就是我们的主牌。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主牌是 Bittersweet。OK， 这张牌讲的是喜忧参半。OK， 喜忧参半。这张牌有一个小小的典故，有个小小的故事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有一个人呢，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活动，那么这一天呢，他是为了这个朋友去庆祝的嘛，可能就会带蛋糕啊，带礼物啊，对吧？然后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但是呢，这个过生日的人，他其实不知道的是，这个来给他庆生的朋友，今天可能也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在这样子的一个情景里，大家去想一想，在一个生日派对上面啊，可能每一个人都挂着笑脸，都在说着祝词，但是又有谁真正的理解可能每一个笑脸背后的痛苦，每一个笑脸背后的悲伤？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有喜有悲、喜忧参半的一个过程。可能我们会经历一段时间都是喜，可能我们也会经历一段时间是喜忧参半的，这个它讲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道理，喜忧参半。所以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意识层级在吸收，在想去成就这个目标，成就这个理想，在想着去比方说建立稳定，建立大后方，或者是让你的大后方越来越棒，越来越好。可是呢，当前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在告诉你什么叫喜忧参半，就是我们去期待所有美好的未来，我们去期待所有完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的是，可能有的时候事情可能会有那么一部分未必是如我们所料，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可能出现的变化，心里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也要有一定的准备。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在讲，当这个宇宙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呢，它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它就是在讲这个机会
它是会出现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经历一个痛苦、经历一个黑暗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希望的能量我们看不见，我们感受不到，我们会把自己沉浸在一个泪水里，或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黑暗当中去煎熬或去炙烤。但是如果你心里相信这个希望，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意识层级在告诉你 OK， 如果我现在受到了谁谁谁的拒绝，如果我现在我很想立刻马上看到成绩，但是我却不能够，我还是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走这个，我们看这个通道就是我们在讲的瓶颈嘛，我们要在瓶颈里去度过一段时间。那么在瓶颈里很黑，可是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这个未来，我们只要心里向着这个光明，向着这个目标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你将穿越过去。也就是说在瓶颈当中，最后呢是那个光明。所以今天我们的主牌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的是喜忧参半。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具体的去连接关于这个未来你即将经历的这个灵魂探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向，究竟是什么样子具体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有哪些具体可能的显化我们去连接这个能量信息。好，我们来问宇宙OK， 哇，排出的非常非常的快，也有很多。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看到是权杖3，然后呢，我看到是恋人牌，然后呢，我看到了圣杯5的逆位。OK， 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这边呢，其实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的这个灵魂探寻里，这个灵魂探寻的方向和道路呢，它并不是一个人去完成的这是第一个内容。我不觉得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灵魂探寻是通过一种自省的方式去把它领悟出来，而是我看到更多的这个探寻是以人与人之间，你与外界之间的一种沟通，你与外界之间的一种连结，你与外界之间的一种我觉得是你怎么看待它，你怎么处理它，你怎么样感受它，这样子的方式就是你与外界是有连结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件事，可能是好几个人，可能是好几件事情就是你会有这种互动的能量，通过外界所发生的事情，通过你对外界事件的回应来感觉到这个灵魂所谓的它的这个探寻在哪里。所以这个能量呢，它的显化方式首先我们看到是权杖3，这张牌其实给我的感觉有非常强的那种，就两个人在争斗，两个人呢在互相的较劲，两个人呢可能在比试这个武功比试这个能力，但是殊不知的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因为我这边看到这两个龙黄龙跟蓝龙，黄龙跟蓝龙，它有这种就是看起来是两个分开，但其实他们又是一个。你看这个龙，它的尾巴是连在一起的耶。所以这边呢，我会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接下来的灵魂探寻可能是跟一个跟你还挺近的，跟你还挺亲的一个人之间我这边可能会给大家的例子是，也许是你的喜欢的人，对吧？亲密关系的一个人，也许是跟你的一个好朋友，也许是跟你的一个你当下正在一起去共同走这段路的老师，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这个人给我的感觉跟你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么我们再看你未来会经历的这个灵魂探寻，你们两个人之间会发生一些故事。这边呢，我感觉到可能你在跟他两个人去争斗，这个争斗不一定是物理的也有可能是比方说语言方面的，两个人就争执或者是说你跟他两个人有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不和谐，或者是说两个人可能针对同一件事情你们的想法是怎么讲，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但是你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两个人去做到这个目标，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呢，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所以这边我看到了很强烈的对抗非常强烈的对抗，但是呢，这里又有所谓的和解我们在讲喜忧参半嘛 ，bitter sweet， 喜忧参半。所以有些事情就是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人，好像跟我们是敌人一样
啊，但是呢，回过头来，这个人又是我们的恋人。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人是我们的恋人，但是他怎么能够给我们制造出那么多的痛苦，对吧？所以你看权杖三跟恋人牌，这是很典型的，这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你跟某一件事情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这种和解，也有这种相互需要的感觉。你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灵魂探寻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可能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绝对，有些事情可能就是又有阴的部分，又有阳的部分。那阴的部分跟阳的部分都不是全篇，都不是一个整体，都不是一个真相，而是在讲好的、不好的、喜和忧阴和阳的能量都是这个真相的一部分而已。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接下来的这个灵魂探寻，有一部分的能量是让你看清楚，也许哪一面的他都是真实的他，哪一面的自己都是真实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很好，我们非常的慷慨，我们非常的大度，我们对人对事都能够去谅解。有的时候我们很糟糕，我们非常的自私，我们非常的痛苦，我们就想去伤害，因为我们太苦了。哪一面的自己都是真实的自己。同样的，我们去对待外界的事情，我们去看待外界的事情，我们去看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针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弄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为难我？我很讨厌，我非常不喜欢。换一面来讲，也许这个针对你、难你的、卡你的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恰恰使你不断的成长，恰恰使你不断的提升，恰恰使你越来越棒，越来越好。等你到达能量层级的一个更高处的时候，你看到是原来这个人其实一直都是为我好。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要把它片面的去立刻马上做一个判断，或者是立刻马上就给他下一个结论，或者是把它归为什么对他做一个评价或者是评论，对不对？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评论别人，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评论某一件事情，因为可能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而这个背景信息，而这个来龙去脉，可能我们根本就不清楚。所以你看，你接下来的这个灵魂探寻第一副牌的朋友，喜忧参半。这个喜忧参半更像是人生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其实这个灵魂探寻，我觉得跟你对于这个生活，对于所谓的这个人生的滋味是很有相互连结的感觉所以是恋人牌和权杖三。那么在对应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因为我这边看到还是蛮多是针对于人嘛，当然也有可能是事情。那么在这个灵魂的探寻过程当中，你有可能对这个人的态度，你有可能对这个人的看法，你有可能对这个人的理解是会变的，是会变的。好，第三张牌呢，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个圣杯五这张牌呢其实是有关于一个情绪有关于一个情绪。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就是会被撒出去，就是会被打翻，就是可能会明明觉得是这样，明明期待是这样，明明把所有的好的能量都放在这里，结果却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惊讶意外的惊讶。我们很希望是惊喜，但有的时候可能会是惊讶。可是呢，圣杯五这张牌，它也在告诉你，可能这个东西它打翻了，这个东西它没有如你所愿，你可能觉得很惋惜，你可能觉得很痛苦，你可能觉得很伤心。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们要记住，过去的已经过去， bitter sweet， 已经过去的就是过去，它是过去式。洒出去的酒泼出去的水没有办法再收回来。那么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对过去流眼泪，当然你可以哭一段，你可以去伤感一段，但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你一定要向前看。所以我们的眼睛长在我们的头上，往前看，不是往后看，对不对？我们要往前看。所以圣杯五这张牌呢，我会觉得有一些情绪里的东西，情绪里的事情，情绪里的波动，是需要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去消化整理，并且让自己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力量的继续向前。这个是圣杯五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来看一下。
感恩宇宙。哦，好，来第一张牌啊 ，Mimicry 这张牌呢是在讲模仿模仿。什么叫模仿呢？就是说两个吧，第一个呢是可能有人在你的生命啊，因为我们今天看的是灵魂探寻嘛，你即将去这个走的这个灵魂探寻，然后是哪一种灵魂探寻？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被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点误导啊，被他误导。我们今天是喜忧参半嘛，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在这个灵魂探寻当中就有那种我以为是这样，结果不是这样。我以为是这样，结果不是这样。这张牌讲的是这个乌鸦在学那个人在叫嘛，然后那个狗呢就以为它主人在召唤它，然后就准备去效忠嘛，结果没想到其实是乌鸦在这里恶作剧，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在你接下来的这个灵魂探寻里，我们看到是喜忧参半，请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呢都注意一下，就是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闻到的你嗅到的，你摸到的，有的时候它未必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可能我们在想，怎么可能？我看到就是真的，我听到就是真的，我闻到就是真的，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呢，可能就真的不是真的，有的时候是别人故意的，有的时候是别人就是想要你那样想，就是想要你那样做，所以才制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样子给你看。所以说我们看接下来你的这个灵魂探寻喜忧参半是在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就是这个呢就像一个测验一样，它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子？你欺骗了我，你误导了我。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会多一个技能，可能你在看事情、听事情、判断事情的同时，你会多问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真的吗？这个东西是他故意让我这样看，故意让我这样以为的吗？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假象呢？所以我们看喜忧参半的能量，我也会觉得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难点这个灵魂探寻的难点，就有的时候吧，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100%，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一定是这样子，而是你要去判断，甚至有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灵活的，它是一个动的，它是一个会变的。这个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你讲狼来了，狼来了，然后你就觉得狼来了，你去看，没来，他骗了你。但是可能又有一次他又在叫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呢，狼真的来了。那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肯定是不能相信他，但是我们怎样去面对他，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状况才是你的课题。而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你要做的是面对他，处理他，应对他，提升自己。这个是我看到第一张牌就有人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两面三刀的感觉所以需要第一副牌的朋友呢，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对于这样子的人，可能你并不是很熟悉，可能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你要去应对，可能是告诉他你的原则跟底线，跟他设置说 OK， 你如果再这样我会怎样，或者是说如果你这样我就会再也不相信你，或者是告诉他，或者是你用你的方式跟这个人对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这种两面三刀的人，我们也不能太耿直我们也需要去 OK 游刃有余的去就是用一种方式可能不是我们喜欢的方式来处理特殊的人、特殊的事，用特别的方法。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好，第二个呢就是13号牌啦，这张牌呢就是讲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呢，我觉得对应的是2点吧。第一个呢，我看到你即将经历的这个灵魂探寻，可能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讲，你会觉得很乱，因为这个人有的时候是笑脸，有的时候是鬼脸，有的时候可能又是伤害。你可能抓不住这个人的动机，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子好像看起来很有希望，你可以冲过去，一下子这个事情呢又丢回来，好像你又要去改，
你又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就是说值得你去为它继续努力的价值。可是呢，可能过一会儿这件事情又出现了柳暗花明，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来来回回的给你的感觉很乱。这样子很乱的感觉呢，也会让你的心情，你看圣杯五也会让你的情绪觉得非常的乱，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想发脾气，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想去咆哮，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想去骂脏话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记住吗？喜忧参半，很多事情可能刚刚你觉得啊没有希望的时候，马上就会峰回路转，这也是这个能量的一个特点啊 ，bitter sweet。当你觉得有一点受不了了，当你觉得有一点很想崩溃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希望就在前面，再往前坚持一会儿，可能又是一个和解，又是一个好的，又是一个机会。Lovers 这张牌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和选择在你的身边。接下来你要会经历的这个灵魂的探寻啊，可能也是在众多的选择面前去选择自己，从而去选择你的未来。你怎样去对应这个状况，其实就是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胸怀，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层级，你在不断的去磨砺自己，你在不断的去比方说控制自己，你在不断的去提醒自己，人生是喜忧参半的，或者是我可以做到在喜忧参半的生活里啊，把不需要执着的东西放掉，把需要我去看向的东西不断的放大。那么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前行，你会发现机会会越来越多，你的场子会越来越大，你的人气会越来越旺，而你能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才能够去有智慧的处理面对你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状况。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牌。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组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自宇宙给你的这个信息，你即将经历的灵魂探寻是哪一种灵魂的探寻？感恩宇宙。好，这张牌呢，其实当时我抽的是一个逆位，他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啊 ，it is what it is， 这个就是这个。这张牌呢，对应的是我们的一个底轮，它其实是在讲我们的一个基础，我们的一个稳定性啊。这张牌是一个逆位的，我觉得这张牌呢是大家接下来需要去努力的地方。它讲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去实事求是的去看，实事求是的去理解，实事求是的去分析。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情感啊，比方说我很希望这件事情是朝向某一个方向，于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对于一些你看一些警告性的红色，或者是有一些人在这里有一些 OK， 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呢？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有诈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呢，可能会不会太过于顺利，我们去没有检查一些细节，我们没有去重复的校正，比方说 double check， 就是再一次的检查，我们可能会 OK 误掉了，就是把这个事情给补过来或者是救过来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呢，你看 it is what it is， 宇宙在讲啊，那么接下来你要经历的这个灵魂的探寻啊，这个方向也是需要第一副牌的朋友去把事情呢我觉得是多看一看，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这个事情它背后有其他的东西在作祟，或者是这个东西背后还有其他的能量啊在推动着它？那么找出这个背后另外一半的讯息，将会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不仅仅能够锻炼你的这个眼力架，也能够帮助你去在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工作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还是你去处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都是能够让你的能力去再上一层楼的。It is what it is。 当你的这个能力，它的这个线变宽，当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变得更大和更广的时候，那么你的眼睛就会越来越雪亮。有些事情在你这个地方，你就会越来越机警，你就会越来越灵活，你就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和面对。
所以宇宙在这个地方为你准备的就是一个新的大门。这个新的大门呢，是你经历这个灵魂探寻以后呢，会为你打开的一个机会，会为你打开的一个新的看法，会为你打开的一个新的表达自己的方式。有些朋友啊，也许你们在比方说表达自己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很耿直的样子，你看到东西是甜的，你就说它很好，你看到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一点比方说黑色的，你就会觉得说这东西不好。但是呢，接下来 it is what it is， 我觉得喜忧参半的能量也会让你去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会更加的圆润，可能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会是两面性的去看，可能所有好的东西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一点点的东西是需要注意的，而所有不好的东西后面可能又隐藏了一些机遇，又隐藏了可以去比方说提升改变或者是可能的一些新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我啊，尽管我们去看你接下来会经历的这个灵魂探寻，会考验你的眼光，会考验你的这个怎么样去比方说不断的去看细节，怎么样去通过你的一个锻炼你的一个机警度啊，或者是做事情你需要去检查再确认一下呀。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宇宙会为你打开一个新的大门，为你创造一个机会，也会让你在提高自己之后呢，可能会遇到一个更加厉害的贵人，更加厉害的朋友，更加能够去志同道合理解你的灵魂伴侣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你即将经历的是哪一种灵魂的探寻？感恩宇宙。对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是38号牌，这边讲的是无限的可能。很多事情呢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们刚才讲过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有些事情呢就是在绝处逢生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拐弯的地方 OK 就是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另有一番的天境那么 endless possibilities 它讲的就是我们要通过自我的成长，通过自我的一种比方说新的表达方式，比方说看待事情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去为自己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我这边看到了有恋人牌在这个地方，很多事情都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想继续的去 work on， 就是跟这个人比方讲跟这个事情继续的去缠绕这个瓶颈期里面的一些比方说小妖怪，你就去把它给打掉，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难关，你就不放弃，你就继续的往前走 OK， 坚决不要去后退，你只是去心中坚定的这个光，坚定这一束我们所谓的未来的美好，你不断的去往前，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难得到你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了你OK， 你的光亮会从你自己身上去散发，去向外扩张，你会发现这条路硬是被你，就是这个瓶颈期，这个黑暗期，硬是被你给闯出来了，硬是被你给踏平了，硬是被你给走出来了。而与这个人的恩怨情仇，与这件事情的纠缠，最后呢，回过头来看，都是自己人生的经验，都是自己人生的宝藏。好，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张当下宇宙要给你的特别的指引和建议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特别指引和特别的建议感恩宇宙。好，宇宙请你给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特别的指引和特别的建议。宇宙在讲 future， 我们这个是上面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3个世界叫做下面的世界、中间的世界和上面的世界。下面的世界呢，就是在讲这个黄泉路这个已经走了的人。上面的世界呢，就是人间。上面的世界呢，就是我们的天堂，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的最高点，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在讲给你当下的这个指引其实你要去注重的，你要去关注的是你的未来。
当下可能第一组牌朋友你在看你的生活，你去看你接下来的这个灵魂的探寻，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不好走好像有一点难度好像有一点挑战那这些难度和挑战其实就是把你引到你的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时间的未来，这个未来它更多的是展示着你的命运，你的这个人生的高点，或者是你其实最要做什么样子的人，你最应该走上什么样子的路，这种所谓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光明的，你的未来呢是带有这种智慧的，带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光亮的。你的未来呢不仅仅能够照亮自己的路，你的未来呢也能够去照亮或者是指引别人。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绝不是你当下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你未来在灵魂我们所谓探寻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这些我们所谓的有一点尔虞我诈有一点好像真假不辨或者是我们刚才看到有一点心情很乱被他们弄得很糟不是这种感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灵魂探寻过程当中可能经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它就像一个台阶一样，每上一个台阶都会有一个挑战，每上一个台阶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感，而每上一个台阶都将把你带到属于你的未来的那个高度上去。所以宇宙在讲喜忧参半，好的事情会有那么这个挑战也会有，在难的时候你就去转一个弯，你会看到这个希望，你会看到好的事情。那么当这个宇宙把这个门给你关上的时候，你不要去为这个关上的门去叹息，而是要看究竟哪一扇窗又为你打开。只要打开一扇窗，你就继续向前，继续的去坚持。宇宙想告诉你的是，你有无限的可能，请相信自己的实力。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去看关于这个所谓的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探寻的一些具体的能量还有信息。好，希望这个能量呢还有这个讯息呢能够帮助到大家。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勇敢的去迎接你灵魂所渴望的这个探寻，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让自己真正的去迎接拥抱这个属于你的未来。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祝大家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蔷薇灰石。这张牌呢带有很多的爱的能量那么在爱的能量当中呢，其实它是一种所谓的原谅和放下。所以这个蔷薇灰石呢，它自带的能量是说，希望你能够原谅一些事情，放下一些事情，从而让自己的心可以重新的去填满光亮还有爱的频率。这个是蔷薇灰石。好，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那么在我们今天呢去连接这个灵魂探寻的方向之前呢，我会先来用塔罗牌，你们选的这副牌来连接一下你们的一个能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这边你当下的能量意识，感恩宇宙。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选择到蔷薇灰石的朋友，你们当下的能量意识，感恩宇宙。好，我们抽2张牌吧。OK， 看一下。好，金币5的逆位。这张牌呢，在告诉我，第二副牌的朋友，当下的你们呢，其实知道自己可能生命当中有些事情呢不如人意，有些事情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寒心，但是呢，你们仍旧没有放弃。金币5的逆位是在讲，我们在逆境当中去挣扎，我们在逆境当中呢去不放弃，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去拯救自己。金币5的逆位这张牌呢其实大概2点的能量第一个呢就是我感觉第二组牌的朋友生活当下是有一些外界的阻力就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无助的，
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点难熬的。OK， 有这个能量啊。但是呢，金币五的逆位在告诉我，你们并没有对这个所谓的命运去妥协，你们也没有对这个所谓的困难去低头，而是在这个地方拼命的想方设法让自己去改变，让自己可以去走出来，或者是逃离这个所谓的困局。所以当下呢，其实在金币五的逆位当中也有一股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宁屈不挠啊！我不向命运低头，我不要就这个样子，我想改变，所以我要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去寻找一种方法，去寻找一种改变，或者是找人帮忙。这个是金币五逆位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张牌。好，第二张牌呢是 Hierophant 的逆位。这张牌呢，其实它有很多的能量啊。这张牌是个大牌嘛，这张牌有关于学习，但是这个学习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书本上的学习。Hierophant 的学习能量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学习，再去体会再去感悟这个事情出现了，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在我的身上？那我要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解决呢？Hierophant 的逆位当前呢，其实我会感觉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就说，你们可能心里很想去找到帮你的人，或者是说很希望有人能够救你但是呢，Hierophant 的逆位在告诉我，也许你们在等待某人能够伸出援手，等待某人能够去回应，等待某人能够出现，但是却迟迟未到。所以当前呢 Hierophant 的逆位在告诉我，有很多朋友当前可能在想着怎么样去破这个局，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状态。所以 Hierophant 的逆位呢，有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现在的意识层级有一点像是打到底下，然后要去触底反弹，就是 OK， 如果你们不来，或者是说我等了你还是没有出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破釜沉舟，把自己作为这个神把自己作为这个神。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在当下的意识层级里更多的去不再依赖外界了，不再依赖所谓别人给你的指引，而是更多的去看向你自己和高我，你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关系，怎么样从自己内在的智慧里去提炼，去感悟到 OK， 究竟什么才是对的，究竟什么才能够帮助到自己，究竟什么才能够让你去破局重生呢？这个是 Hierophant 的逆位。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 Hierophant 的这个能量里面，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朋友在当下的意识能量层级里想去打破一个传统，打破一种束缚，打破一个你固定以为的方式，从而可以让自己发生巨大的一种变化，或者是说能够去救这个自己。Hierophant。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是我们今天看的一个关于你当下的一个意识能量层级，我们再看你现在的一个可能心理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的一些能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了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呢？今天我有提前抽一张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牌。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我抽到是 insecurity， 我抽到这个恐惧的恶魔，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这张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发明创造的一个人吧，就是他是做项目的，然后呢他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说他总是不能够去完成这个项目，他总是去我们所谓的半途而废吧。但是有一天呢，他终于把这个项目做完了，他完成了他完成了这个挑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他很开心的时候，当他很满意的时候，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候，这个红色的恶魔出现了。这个小小的恶魔呢，在嘲笑着他，在讽刺着他，去刺激着他。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你看这个人他终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成长了，他出来了，对吧？他能够逃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反而出现了恶魔。这个恶魔是什么？是心里的恐惧，对未来的不安。很多时候其实挺有意思的当我们真的是处在一种可能很失败的状态，或者是说已经看到这个事情没有希望没有救的时候，可能这个恶魔反而不会出现。这个恶魔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呢，是在我们好像可以了，刚刚可以去有希望了，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
马上就能够见到那个结论的时候，恶魔就会出现。因为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开始有期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心里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恐惧。可是呢，恐惧的能量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能量，因为不好的能量宇宙也不会给我们，对不对？恐惧的能量它最大的用处是，当我们真的面对危险的时候，恐惧会刺激我们去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就像是一个那个防卫系统一样，一旦触发了啊，对吧？你就会被这个保护，所以恐惧是保护的力量。但是呢，我们容易用错恐惧，我们容易有的时候会假想出一个恐惧，假想出一个可能不会发生的一个不好的结果，从而去吓唬我们自己，打击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抽到的是insecurity， 它是一个不安全感。那么接下来我会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即将遇到的这个灵魂的探寻啊，这个探寻呢，可能是恐惧会在你的心中作祟。我们看到当下的你的能量层级啊，其实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呢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已经在破局的过程当中，已经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已经在转变和变化意识层级的过程当中。在这样子的改变里面，其实你们即将有可能会遇到，比方说好的资源呐，新的机会啊，又或者是说可能会遇到你需要的或者是你想看到的那个老师，无论这个老师是你自己学，还是说遇到一个真正愿意帮你的人，因为当下这个海柔粉是逆位嘛，那遇到这些你心里终于期盼已久的能量之后，你有可能在灵魂探寻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个心理的小恶魔。这个小恶魔呢，它不是真正的恐惧，而是当你看到希望，看到好的势头的时候会产生的恐惧，害怕这个旧剧重演，害怕你的这一次的希望又落空，害怕这个结果是不如人意的。那么在这个灵魂探寻当中呢，我想跟第2副牌朋友来讲，就像这个小恶魔一样，它是假想敌，它不是真的恐惧。真的恐惧是你看到危险了，已经遇到危险了，这个时候恐惧。这种恐惧，这个恶魔的恐惧是一个假象，它是一个幻觉，对吧？ insecurity。 好，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一下啊，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出的具体的信息和指引啊。好，第一张牌呢是金币2，逆位的。第2张牌呢是力量。好，我们先讲一下啊，这个能量还挺多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金币2吧。其实金币2出现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它代表着你将遇到新的机会，你将遇到可以去考虑的选择的权利。我们当前看到的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能量层级在金币5啊，这张牌其实是说明可能当前的环境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不利于你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很资源匮乏呀，或是让你觉得不能够去施展你的这个才华和能力啊，可能心里会觉得有一点可惜，觉得有一点心疼，或者是觉得有一点倒霉啊，甚至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即将经历的灵魂探寻是你会遇到新的机会，这个机会甚至是多于一个的，可能会有2个机会，可能会遇到2个贵人，可能会遇到 OK 刚刚手里拿到了一个 offer， 又有新的 offer 在你的手上，类似于这种情况。那么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就明显的是你破局成功了。你在金币5的这个地方，因为你现在对，我刚才讲着啊，我看到了一个能量，就是我们之前抽的这2张牌嘛，都是5号牌。5号牌的能量是说，我们经历了稳定之后，就是这个数字5啊，我们经历了数字4这个稳定之后，我们遇到了变化。那么遇到变化，你要怎样去跟这个变化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对抗？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变化，就是你当下所经历。而未来你所经历的灵魂探寻，是当你把这个变化应对好了之后，你看到了新的机会，你要往6走，
对不对？往6号元素走。6号是什么？我们要去重组，我们要去重新归纳和整理在5这个地方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金币2，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可能是一个方面一种可能，或者是一个当你开始真的看到自己的能力了，开始看到自己一个新的技能可能被打开了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整合这些东西来为己所用。就像我们去看，也许你之前就是一个能量层级5，现在呢你要往能量层级6去走，那么你需要把过去的比方说1、2、3、4，然后包括5全部都用起来，去看怎么样去往6的这个元素继续去攀登，去往上走。那么你需要把过去整理归纳，把自己可能新遇到的这一个不安全感的小恶魔去跟他协商，跟他和解。我们再看这个蔷薇灰石，去原谅。所以你看这个金币2那么接下来呢，我会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要去看了，这个新的机会它其实是带给你可能性，带给你选择权，带给你主动权的。但是呢在这个期间你可能又会产生不安全的感觉，可能害怕选错，可能害怕失败，可能害怕每一个选择的这个背后都有所谓的代价，或者是都有可能的风险。但是我们在讲机遇跟风险是共存的，所以不要让恐惧耽误了你做决定的最好的时机，不要让恐惧限制了你其实可以继续向前，我觉得是进步和提高的脚步。那么第2张牌呢，就是力量牌。力量牌呢，我们从哪里获得力量？当我们遇到了恶魔，我们心中产生了恐惧，我们心里有这个不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战胜这个恐惧呢？它的答案就是力量。它的答案是什么？是勇气。无论是力量还是勇气，最终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源头都是爱。当我们爱自己，当我们去相信自己，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爱的力量当中去取出力量之宝剑，去战胜这个恶魔，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个恶魔出现以后，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去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冥想和解药吧，它讲的是我们心里如果有恐惧，我们心里有焦虑，我们心里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召唤我们内心最信赖的守护灵和指导灵。比方说你喜欢的是大天使 Michael， 比方说你一般会去就是崇拜的或者是祈祷的对象是耶稣，或者是你的这个守护天使，无论这个能量是什么，包括佛陀怎么，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最舒服的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高频的一个圣人吧，然后呢你去诉说，对他诉说出你心里的恐惧，说出来，表达出来，然后你就会分析，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可能这个恐惧真的是你假想出来的，真的是不存在的，从而让他们去跟你一起，就是用圣人的力量去陪你，去指引你，去帮助你赐予你勇气，赐予你力量，让你的心闪闪发光。你看力量牌就是这个心，我们的心才是我们能量的源泉，而心就是爱的这个能量的储存体。这也是你看心脏是不是很像发动机呢？心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这个所谓的力量的源头，我们要从心里面去取出这个力量，让我们可以像这个龙一样，让这个龙助我们去飞翔，让这个龙带我们去更高和更远的地方，去实现你的目标，实现你的梦想。好，最后的一张牌，最后的这张牌呢是一个愚人牌。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即将去经历的这种灵魂探寻呢，其实是让自己可以重生，我觉得是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去勇敢的面对在这个新的境界之前你要遇到的挑战，就是会遇到这个小恶魔嘛，这个恶魔是心里的恶魔。接下来你灵魂的探寻是面对内心的这个恶魔，和自己内心的这个小恶魔去做一个，我觉得不能叫对抗，我觉得是和解。因为从我们心里长出的这个恶魔，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我们自己。
OK， 也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与其说是对抗，不如说是原谅、和解和放下，用爱的力量去滋养这个内心的恐惧，让这个内心的恐惧的这个小恶魔变成一个笑脸的娃娃，重新的回到自己的身体，跟他和解，跟自己和解，从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能量去提升，我们可以去迎接这个巨大的改变，让自己可以去以一个无畏的，你看愚人牌是以一个无畏的、不怕的、自信的方式去向上飞扬。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愚人牌是一个小魔女嘛，她是骑着她的魔法的扫帚在朝向光明，朝着太阳去往上飞。所以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接下来你会经历的灵魂探寻，是你自己的一种提升，是个人的一种成长。把心里长出来的这一个小恶魔，这个焦虑去把它给，我觉得是跟他做朋友跟他做朋友。然后呢，你自己会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拥有一个，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一个好友。我们看这个 Hierophant， 我们可能会去说，我们要去寻找这个导师我们需要一个教练去帮我们。但有的时候，当这些人不存在，或者是这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某一刻的时候，我们要跟自己的这一个自己去跟他和解，让这个小恶魔变成我们的守护灵，让这个小恶魔变成我们的这个往前走。就是你看这个大龙嘛，我这边有这种感觉，就是让这个恶魔成为你的好朋友，成为你的一个灵兽，成为你的一个坐骑。你看这个魔法的扫帚，不是把它丢掉，不是把它给废除，不是把它给砍杀，而是让它成为你的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让你的生命有一个好友，他知道你的恐惧，他储存着你的恐惧，他把你的恐惧放在他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骑着他，你可以驾驭他，你可以和他一起去成长，和他一起去接受这个光明，和他一起去，我就是追逐你们共同的梦想。好，非常好的能量这个是第2副牌的朋友。所以不要想着未来可能会是一个稳定，其实我会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即将遇到的灵魂探寻会带有很多的改变，这个改变会从你自己，就是由内而外，从你自己的心态的改变，最后呢慢慢的显化在你眼前的这个实相的变化，从可能没有资源匮乏变成有资源，并且有很多的资源，从没有的选到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上，从在一个地方卡住变成可以去破茧重生，或者是飞向你人生下一个高度。对，是往上飞，好不好的Fool。好啦，那么看完我们今天的塔罗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了。我们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探寻的过程当中难度在哪里，那么宇宙要给你的提升，给你的这个能量的加持又会有哪些。好，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是 self-interest。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45号牌呢，其实它讲的是一个有一点这个自私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这样子的4、5只乌鸦嘛，经常就是在这个房前去徘徊。那么这些乌鸦有这样子的一只呢，会比较的自私一点，就每次呢都只管自己去吃，然后呢没有管周围的一个伙伴。其实乌鸦是一个蛮群居的动物有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有的时候那一棵树上有很多的乌鸦，它们其实是会一起就是生活在一起。乌鸦其实也是蛮抱团的当然也是要看了。所以当前呢，这个 self-interest 吧，这个牌出现在这里呢，有2个能量给大家做参考。首先呢，第一个能量就是你即将遇到的这个灵魂探寻，我觉得你会跟人打交道。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也许有些朋友你们已经完成了一个自我成长，或者是自己能够搞定自己的事情。这张牌
这个人已经完成了自己项目的一个结业，也就是说我自己做事情，我已经能够去从我做不完到我能做完，所以自己的能力已经提升了。那么接下来的下一步呢，就是去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大，做得更远，做得更好。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去逃避和避免的，就是要跟别人合作。OK，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乌鸦，它是群居嘛，那么你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在这个形形色色的人里面啊，在一个机构，在一个组织，在一个团队里，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各司其职，至少表面上或者是名义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在这个团队当中，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守规矩，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的自觉。那么在这里呢，你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就是团队合作的事情以后，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跟交往啊，你就要注意你的环境。除了你工作的环境，比方说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这个挑战啊，这个项目之外，你还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哪一个人是什么性格，哪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你心里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画谱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呢，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人呢会比较的自私，或者是贪婪，或者是偷懒的话，那么你需要去面对这个东西。不要被这个人所影响。他在讲的是可能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团队里比较自私，比较的就是要的比较的多，然后呢给的又很少，或者是他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进度。那么你需要小心这一个。那第二个能量就是在讲，当你进入到一个团队以后啊，你可以去为别人着想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自身的利益。不要忘记了自身的利益。那么我们看到当前呢，我们所谓的 self interest， 它跟自私不一样的是，如果在一个团队当中，每一个人都顾及好自己的那个角色，都顾及好自己的那个责任的话，那么大家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那么这个有机的大体就会做得很好，做得很棒。所以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反观这个能量 self interest， 它也是在讲你要顾好你自己。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那种很喜欢帮别人的性格的话 ，OK， 你要帮自己。只有你顾及好自己，你才能够顾及别人。这个是一个原则，这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又想到那个飞机上，先给自己戴口罩，再给孩子们戴口罩，因为你都没有办法保护好你自己的话，你没有能力去帮别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除了这个小恶魔跟自己做一个对抗，跟自己有一些连接之外呢，宇宙希望你能够注意你跟环境你跟你团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所谓的让自己能够在团队里发出最大的光和热，然后呢，让这个团队，让这个项目组能够最好self interest。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呢？第二张牌是 battle， 这个是抗争或者是对抗这张牌呢，我会觉得有两个能量在这里第一个呢，这个 battle我觉得可能是跟一个这个你即将遇到的一个有一点自私的人之间呢，有一点就是不和谐。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当我们遇到了一个不怎么听话的队友或者是不是那么友善的队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跟这个人的关系？一味的退步跟妥协，真的能够让我们就是真的能够有什么好处吗？或者是真的是对这个团队好的吗？答案是未必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这样子自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正面的跟他去做一些沟通了。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行为需要去正面的得到一种回应，而不是让他可以去偷偷摸摸的得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们心里也会有这种不安全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要这样做吗？我要出这个头吗？我这样做会不会让他误会，反而是我的不好呢？可能心里也会有很多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但是呢，第二副牌的朋友，请你们不要怕，宇宙在讲啊，你需要去从你的心里面去拿出这一个力量的源泉，让自己可以勇敢，让自己可以去的付一个新的旅程，一个新的自己。那么下一个你灵魂的探寻，也许就是通过这样子外界的一些事情的这个弹跳，这个弹出来，让自己的力量真正的被释放掉。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挑战，一切都是平顺的，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拿出自己真正的力量，从心里面，你看这个心，这张牌真的很厉害，从这个心里面去拿出一把宝剑的感觉，去召唤这个神龙，释放你的潜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什么？你会遇到机会，你会遇到新的可能，你会把选择权和控制权抓在自己的手里，甚至还有可能会遇到新的团队、新的队友、新的想来帮你的人。所以一切呢，都是从你的这个地方做一个能量的起始点，去完成接下来后面的一个开启的 battle。那么第二个能量呢，这个 battle 啊，就是这个打架吧，也可以这样去翻译吧。我觉得也是跟自己打架也是跟自己打架，因为你可能会看到你接下来的这个灵魂探寻里有自己跟自己的对抗。我刚才讲过，这个小恶魔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一个天使，也都有一个恶魔的存在。我们要跟这个恶魔和解，让它成为我们的神龙，让它成为我们可以驾驭的一个就是坐骑吧，对不对？我们要跟他一起去完成我们的梦想，去实现我们的目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面。因为这个恐惧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神兽，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是恐惧的能量第一个觉醒，去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所以不要去杀它，不要去我们所谓的去否定它，而是要跟它一起做一个和解，和这个自己和解，让我们的恐惧作为我们的朋友，带领我们我们要跟他一起，就是听你的话，由你的心这个爱的能量去转动，什么时候他出来，什么时候他回去。好 battle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牌。我们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有这种难度那么接下来它的这个成长带给你的好处，带给你的这个提升又是哪些呢？感恩宇宙。第一个呢，宇宙是在讲你将获得完美的和谐。其实我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当你能够跟自己和解，当你能够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自私的人，或者是知道怎么样在团队当中去做好自己的时候，你一定是迎接的完美的和谐。这是一个和谐的交响乐的能量，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人在团队当中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光和热，让这个团队，让这个项目组我觉得是成就，或者是让这个关系有的时候关系是2个人，有的关系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包含在其中，让整个关系能够奏出最美妙的音符和旋律。所以你看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灵魂的下一站当你去迎接你的这个灵魂探寻，我觉得你会让自己的生命吧，我觉得是更加的和谐。它的和谐在于你跟自己的关系，也在于你跟外界的关系。OK， in perfect harmony。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打开去发现。也就是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当你去迎接这一个灵魂探寻，当你去迎接下一个阶段自我的成长的时候，你将打开一个新的，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章节。你将打开一个新的你从来没有踏足或者是涉足的领域，你将看到你自己的内心的成长，你将看到你可能有更多的勇气去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有更厉害的一个技能去把自己的一个心愿理想表达出来。在这里呢，你不仅将收获一个我觉得是新的一个技能，同时呢，你也会看到你的心变得更加的宽广，变得更加的慷慨，变得更加的宽阔。
你能够去走入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好的人，或者是跟你一样啊，他的这个能量层级就更高了。你看你现在想遇到的 Hierophant 就是这个精神的指引，或者是这个贵人会在你的下一个阶段里面出现。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可能你需要自己去把它给完成，而当你完成之后啊，会有贵人，会有新的老师带领你继续向前，继续去做你灵魂下一个阶段的成长和探寻哦。34号牌。好，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抽一张当下宇宙给你的建议，当下宇宙给你的指引，感恩宇宙。这张牌其实我会觉得，我感觉到就是这张牌啊。这张牌讲的是一个小木屋或者是一个小的休息站吧。宇宙当前呢给你的这个能量是说，如果当前呢第二副牌的朋友，现在的你需要一些帮忙啊，现在你想听宇宙的指引，怎样能够去让自己突破当前的状况，怎样让自己去往上走，让你的灵魂继续的升级呢？宇宙在讲你需要去 consult， 就说你可以去咨询一些有经验的人。那么我们今天因为看到了 Hierophant 是个逆位嘛，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有一些有经验的人，或者是你需要的人未必就在你的左右，你可能需要去伸展自己的这个探寻的范围，或者是你需要去让自己有针对性的去寻找。第二个呢，这个小木屋给我的感觉就是静养。我们看这个小木屋，它在丛林的深处，你看它的周围都是树林嘛，它在丛林的深处，说明这个地方很深，这个地方比较的隐秘，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安静。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当前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你心里觉得你需要一个答案，但是却找不到，或者是不清楚，你需要让自己静下来。当前 Hierophant 的逆位再一次的去说明，可能现在你需要的指引，你自己能够从你的内心所提取。你可以在自己安静的时候去听到宇宙给你的声音，以及去勇敢的面对你内心的这个恐惧和不安。当你勇敢的面对，当你愿意去接受它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的解药啊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能够看到问题的本身，这个解药自然就会有。那么难的地方在哪里？难的地方就是面对和接受这个问题本身，这才是最难的。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一定是非常聪慧的人啊。那么当前呢，只要你静下来，只要你去向内寻找，只要你能够走到更深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你一定能够发现，你一定能够看见啊，这个所谓的指引，这个所谓的这个建议，或者是你知道你接下来应该怎么面对的这个方法，一定会被你找到，一定会被你发现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能够去寻找到这一片净土啊，要能够去找到这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你、给你咨询的地方。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里面有你需要的答案。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为大家所连接到啊，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去帮助到你，或者是给你一些指引和提示。也祝福所有第二副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哦。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白色水晶，它代表着一个清晰度，连接的是我们顶轮的能量啊。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你即将经历哪种灵魂的探寻。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灵魂探寻主题之前呢，让我们一起先来连接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来连接一下你当下的能量，还有你当下的一个能量意识。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用一下你选的这副塔罗牌，魔法森林啊，来看一下你当下的能量意识是如何的状态。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一下第
3组牌的朋友，第一张牌 ，OK，Seven of Wands。这张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呢是，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你的能量意识是面对着一些选择，然后这个选择里呢带有一点所谓的抉择性的坚定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面前呢有1、2、3、4、5、6、7扇大门，每一扇大门呢都通往不同的前方。那你走到当前的这个树桩这个地方，你要走哪一个路呢？你要去开哪一扇门呢？而且这个牌还有一个能量是在讲，也许在你的道路当中，你一直都是走了一个方向，那么突然在你面前，你看这里，也许这是你的路嘛，你走到这就这个门嘛。可是也许我们走到一个阶段，发现突然面前出现了很多个选择出现了很多个选择，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么你现在可能就面临着是继续走你以前认定的路，继续走这个方向，打开这一扇门，还是去探寻其他的可能呢？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抉择。那么这个能量当中呢，我会认为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这个能量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选，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太久。路，因为我们这里是 Seven of Wands， 它有土的能量嘛，就是无论你选哪一条路，你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无论选哪一个，你都不可能抓住7扇门7个方向，所以有得就有失。你的选择，你现在的选择将决定你的未来。我们所谓的因果嘛，这个因是你的选择，那个果就是未来的那个前方。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也有所谓的责任心也有责任心。当前可能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在面对的也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就是你要为谁负责，对谁负责这个责任你要是拿起来还是不拿起来，都有一些这个能量在这里Seven of Wands OK。 好，第2张牌我抽到是 The Folly 这张牌呢是一个巨变 OK。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在告诉我，就是你们当前的这个能量意识层级有一些非常剧烈的震荡这个震荡可能来自于外界的突然的一个改变，比方说你之前一直是坚定的一个方向，你一直都走的是那条路，可是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出现了很多扇门，这无疑对于你原本的计划，你原本的以为都是剧烈的一个改变。第2个呢，就是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张牌因为是这个稳定的大树桩，然后它的这个顶就是被那个闪电嘛，就是打开嘛。我看到就是说，可能一个稳定的东西突然发生了巨变，这个原本以为的你在里面待了很久的，你在这条路走了很远的这个方向，这个地方突然 OK 出现了一个今天的巨变。那么这个巨变对于你来讲，你需要去面对它，接受它。那么最后一个能量呢，我也看到，就是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可能当前会觉得有压力我这边感觉到你可能当前有压力，或是有一些焦虑的感觉。压力跟焦虑来自于你还没有下定决心，你还没有真正的去我们所谓的选择 OK。 因为我这边看到是只有当你下定决心，打开这扇门，走入那个方向，那么你将获得新的自由。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大树桩的这个古堡被震开之后呢，里面的那个鸟全部都飞出来，仿佛这个鸟被困在这个囚笼里很久了这个高塔竖得很高，看起来很稳，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面容却很枯槁。所以当这个东西被劈开，反而是给了你一个机会，一个自由的机会，一个飞翔的机会，一个去追逐自我的机会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可能当前在你的这个能量意识层级有很多的东西是有一点相互对撞，或者是有几个不同的东西都在你的脑海当中都想争着抢着得到你的认可，都在争着想着希望你能够去选择那个 OK。 但是你们可能在这个能量里面就会有一点乱，就会有一点焦虑，就会有一点压力。那我看到是你勇敢的追逐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方向，我相信一旦你做出选择，你就可以自由的飞翔了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能量层级啊，就是这个能量意识。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那么这里呢，我提前有帮你们抽到一张牌，这张牌呢是一个翡翠绿 perception 啊，意识。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先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个公主，她有一天呢来到了她的花园，这个花园呢已经很久没有打理了，就非常的破败。那么她看到这个景象以后呢，就会觉得有一点伤感。这个时候呢，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翡翠绿宝石，这个绿宝石呢在对她讲，请你打开这扇腐朽的木门。就有这个木门啊，它非常的破旧，然后看起来非常的腐烂，看起来就像我们可能是这个感觉啊，没有人想去碰它，也没有人想去走进去啊。可是呢，这个绿宝石却坚强的对他说，请你相信我，请你去打开它。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主啊心里就想，这么破的门啊，这么烂的花园，我打开又有什么呢？这是她的眼睛告诉她的，可是这个绿宝石跟她说的话却打动了她的心。于是呢，这个公主啊就跟随着自己的心，就是跟着心走嘛，就打开了这一个门。结果打开这个门以后呢，里面是很长的一个通道，非常的黑暗。他往前走着走着，发现那扇腐旧的大门呢，居然在他的背后啊，剧烈的被砰砰的一声关闭了。他一个人呢，被留在了这个黑色的长廊里，没有光亮，所以呢，他只能够去跟着自己的心，继续的向前移动，直到他的手触摸到了另外一扇大门。然后呢，他勇敢的推开这扇大门以后，他发现了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呢，就如他之前看到的那个样子啊，还是那个景象，就他小的时候嘛，还是那个景象，只是变得更美了，有更漂亮的蝴蝶，有更多的鸟儿啊，在叽叽喳喳的对他微笑，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在告诉你什么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生活当中啊，你即将遇到的这个灵魂的探寻，它其实有一点，像是说，你需要去相信一个你眼睛看不到的未来 ，OK？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 The Folly 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景象，我们可能觉得完了啊，一切都结束了，或者觉得好像暗无天日的感觉，就像这个公主进入了黑色的长廊嘛。但是呢，这张牌 Tower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剧烈的一个觉醒 ，Awakening 啊，就像是那个天崩地裂啊，一个闪雷，一个那个闪电打过来，可能就会让你惊醒的感觉。啊，无言惊醒的感觉。那么只有当你醒过来，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看到不是眼睛看到，是用你的心去看到这个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旅客。我们在追寻什么呢？我们都是一个过客，我们在追寻着这个旅途，对不对？那有的人呢，在旅途过程当中想找到的是财宝。有的人呢想找到的是一个比方说城堡，那有的人呢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可能在找一个人，对不对？那无论每个人啊都在找一个东西，或者是都在探寻一个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在旅程的过程当中，只有到最后的最后才能够回头看 OK 这个旅程里我们走得怎么样啊，我们过得如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拿到心里的就是那个追求。所以说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即将经历的这个灵魂探寻其实就是有关于说 OK 我们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当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所谓的旅途或者是这个人生的旅途，我们所要追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能否用自己的心来帮忙呢？能不能够用我们的心去用心眼去相信这个未来，并且让自己不断的向前推进？就像这个公主啊，她进入到那个门，她相信 OK 她就推开那个门，但是等待她的却是长长的黑暗的长廊，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的她什么都看不见，一片漆黑，她还得坚强的往前走，直到她的手触摸到另外一扇门并且推开 OK 新的花园，更漂亮的花园才呈现在她的眼前。那第三组牌的朋友，无论当前你的生活或者是即将你将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都不能够用你的眼睛去做一个绝对的判断。如果你的梦想是诗和远方，如果你的梦想是跟某人的一个浪漫的邂逅，或者是跟某人长相厮守，那么你需要去相信的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它是需要一个经历的。
人生是一个 full cycle 啊，我们在阳性的能量当中去看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线性的，有起点和终点。但是如果我们用阴性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圆弧的，就是一个圆啊，它的起点跟终点是同一个点，所以终点不是终点，终点是重生的点，终点即起点。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我们所谓的即将遇见的这个灵魂的探寻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去感受到，就是如果你跟着你的心走，如果你相信你心里面的那个判断，并且相信你心里面的那个显化的话，那么你将可以去把眼睛看到的迷障，你眼睛告诉你的不可能全部都剥离掉，而走出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让一个不可能的未来变成可能。所以它有奇迹的感觉，它有惊喜的感觉。好，那么现在呢，就来具体的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即将遇到的这一个灵魂的探寻，感恩宇宙。对，第一张牌就是命运之轮的逆位。我觉得首先吧，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去真正的让自己再来一番所谓的觉醒，或者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改变呢？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想法的话，如果你不害怕所谓的这个黑色的长廊的话，那么宇宙将为你继续转动这个生命的轮子。生命的轮子啊，在不断的转动。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到高点，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低点。在高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离开，但是到低点的时候，我们就可能非常非常想去变，对不对？宇宙在讲啊，如果你身处低点的话，那么你就要相信啊，这个轮子是会转动的，而生命是有高点的。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自己强烈的意识去推动你的生命，让这个命运的轮子再一次转起来。因为在最低的地方，只有转动你才能够走高，你才能够再一次的进入新的循环，并且踏入人生下一个高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你的人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状态啊，你觉得我是在高点啊，你觉得你是在高点，那么在高点你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的话，那么你只能停在下一个或者是上一个那个我们在讲阶段的一个高点。而你的人生它的精彩就是不断的去循环，不断的去螺旋的向上。所以只有当自己愿意去往下去释放，去重新的去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在讲去重生，你才能够有可能去经历到下一个循环，下一个轮回，下一个或者是遇见下一个阶段的美好。所以第一个牌呢，就是命运之轮。我觉得即将遇到的这个灵魂探寻呢，是通过外界的变化去接受外界的变化，从而推进自己内心以及你想显化的更加对齐的未来。第一张牌 OK， 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好，第二张牌我这边有2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比较厉害的啊。那么这2张牌呢都是大牌，第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隐士牌，第二张牌呢我抽到的是恋人牌。OK， 第一个呢是隐士牌，这张牌在告诉我，其实有一段时间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灵魂的这个地点，它需要的是接下来有一段自我旅行的阶段，也就是说你需要去做一些向内追寻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过程。这个阶段和过程可能是稍稍有一点抽离这个社区，稍稍有一点抽离这个人群，稍稍有一点抽离这个繁忙和嘈杂的社会。你要让自己能够静下来，你要让自己能够去放在一个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沉浸在你自己的海洋世界里。在这个地方呢，去找一个舒服和温暖的地方，自己觉得很安逸的、很安全的地方，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点感悟。这个感悟呢，有可能是通过冥想，有可能是通过瑜伽，有可能是通过读书，有可能是通过自学，也有可能是通过一个自我放松的方式来达到。隐士牌的这个能量呢，其实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智慧它不会在一个很闹的地方出现，它是在一个安静的时候去顿悟的。所以你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即将去遇见的灵魂探寻，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是需要你自己一个人过一段的当然不是说你完全脱离这个社会可能就是要比你当下或者是过去更加的安静一点点。有的时候呢，人太多反而会让我们可能觉得说
被别人的能量干扰，或者是被别人带着走啊。那么只有当我们自己的能量够稳定，只有当你自己的能量够充沛，只有你自己能够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你看这个公主她经历那个长廊的黑色的长廊嘛，这一个阶段没有人知道，她自己心里知道，在这个黑暗当中，她要有多么大的决心和坚定的毅力，才能够去触摸到遇到这个新的门，然后推过去呢？这个东西就是她的一个磨练，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去经历了，对吧？所以同样的道理啊，这个隐士牌就像这个黑色的长廊这样子的一个瓶颈期，需要你们自己去走，需要你们自己去体会，需要你们自己把这一段的经历我觉得是足足的做完，走出来遇见他们，然后接受他们，并且继续向前。那么你将遇到恋人牌，恋人牌讲的是重聚。这个呢，我觉得它的重聚代表着你原先理想的一个重聚。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在讲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是这个不如意呢，它是有时间点的。也许当前你不如意，但是不代表以后不如意。如果你心里所追寻的这个方向和目标，当前你看到的是一个关闭的状态，那么你不要放弃它，你也不要去排斥它，也不要去我们所谓的郁闷或者是抱怨，而是把这个目标放在心里，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继续探寻吧，然后呢，跟自己心里的目标去重聚。所以你看恋人牌给我的感觉是重聚，你以前你当下觉得不可能的，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的，那么在未来这个灵魂探寻的，我觉得是尾声，你将重新遇见它。所以好事不在忙中，越好的东西可能越要多一点时间的发酵和沉淀，来让你真正的跟这个东西去相遇。相遇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够把持得住，重点是能够稳稳的抓住。所以恋人牌在这个地方呢，他在告诉我，选择将再一次的出现在你的面前，而再一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选择不像是这个 Seven of Bone， 好像有7个门不知道哪一个开哪个关，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选哪一个。当这个新的选择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将看到清楚的知道自己要选的东西在哪里，自己爱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在这里，你将和自己心中之所爱去连结，去相遇，去相爱。这里有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我觉得是情感吧，也有可能是你的一个与某一个很亲近的人一个关系也有可能是你心中很想达成的一个目标和理想这个 Lovers 这张牌是好牌这张牌绝对是好牌。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能量，就好像人生有这个峰回路转的感觉，对吧？你看这个轮子峰回路转，我们看到了这个 Folly，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没有办法通过的一个黑色的一个森林有点恐怖但是只有这个森林才能够让你醒来，只有这个状态才能够让你去觉醒，只有这张牌能够让你震惊，你才知道 OK， 你需要去向内追寻了你要去避一避了，你需要去安静一下，你要去补充一下能量了。只有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提升，还有自我的调整，你将改变你外界所显化出来的世界，以及你看到的一个景象。就像这个秘密花园，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是一个落败的景象，但是如果你跟着自己的心，你相信自己的心，你就会看到那个真正的秘密花园，那个更美好、更神奇、更有魔法的秘密花园，那里才充沛着你想要的一切。Lovers 重聚，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塔罗牌。我们要来看的是你即将遇到的这种灵魂探寻呢，就是这个灵魂探寻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难度？然后呢，如果你接受了这个难度，你接受了这个挑战，那么宇宙又会给你哪些提升？又会给你带来哪些好运呢？我们来看这个。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 Curiosity， 这张牌呢，我觉得是未知 ，The unknown 未知。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在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或者是你灵魂探寻的下一个阶段，这个灵魂的探寻里啊，其实你要遇见一些你可能想去探寻，但是又不敢去敲的这扇门。我看到这个门呐，其实在你的能量当中非常的多啊。我今天看到的门的能量有3次了已经，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4次，有4次门的能量啊。包括这张牌它是门里面嘛，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人生的下一个我们所谓的灵魂探寻呐，探寻的是什么？是门里面的东西，是门另外一边的东西。也许你当前就在门的外面，那么门的里面的东西呢，你想知道，你想遇见，但是你必须得通过这扇门，你得敲这个门，你还得被别人邀请，或者是你得勇敢的打开这扇门，对吧？无论是别人邀请还是你自己打开这个门，它都有一个过程，都有一个 initiation， 有一个这个启动仪式的感觉。那么宇宙在讲啊，你即将经历的这个灵魂探寻呢，是需要你有强烈的好奇心。因为我们到门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OK，要不算了吧，啊，这门是关着的，要不我们不去了，或者是我们不进了，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逃避，或者是这就是所谓的没有回应那个召唤嘛。那宇宙在讲啊，你即将经历的灵魂探寻是强烈的好奇心，用你的好奇心呢，去打开或者是敲开这扇门，这个门的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这个门的里面有你喜欢的东西，有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啊 ，curiosity， 对，这扇门呢，就是这个 curiosity 给我的感觉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如果啊第三组牌的朋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灵魂探寻里面可能会遇到没有被邀请的客人，就你人生会走进一个人，或者是你人生会出现一件事，你人生会有一个机遇，它是一个你没有去寻找的，但是它降临在你生命的一个东西。OK， 那么出现这个东西以后，你肯定会觉得你是谁？这什么东西啊？你在我的生命里是什么意义呢？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因为它是一个未知嘛。那么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呢？如果你好奇，请你去发现和探寻它。就是好比说，这个东西在你生命当中，你不知道它，你第一件事情不是拒绝它，而是去了解它，去发现它。你只有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够再去判断说你喜欢，你不喜欢，你要还是你不要。那么这个东西，未知的东西出现在你生命里，你直接去把它给拒了，其实它拒的是什么？拒的是你的机会。可能你会去说有的东西可能不好，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要的东西，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很多东西啊，它都是一个表象，表象里面呢有一个所谓的另外的一个东西，就像你看到这个能量啊，因为这个能量就是在讲另一番天地嘛。所以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要是愿意去接受你灵魂的下一个阶段的探寻的话，那么这个未知出现在你生命，请你先探寻，先不要慌着下决定，先不要慌着去拒绝，好不好？这是第一张牌。好，来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 commitment 啊，这个是承诺啊，这个能量呢就非常清楚了啊。这个能量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灵魂探寻的下一个阶段是亲密关系吧，这是第一个能量。还有第二个啊，第一个亲密关系呢是在讲你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可能你需要的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的一定的距离嘛，有距离我们就会觉得有安全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被一个人真正的理解，被一个人真正的疼惜，或者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跟一个人形成一个团队，我们把背交给他，就背后交给他，是无比的信任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得冒一个风险，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有风险的。我们把背后交给别人，你说有没有风险？这个风险很大哦。可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的背后可能永远都是空的。虽然我们不会失望，但是我们也会少一个神力的一个助友啊，我们也会少一个灵魂伴侣啊，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能量啊，这个 commitment 8号牌啊，它就是在讲亲密关系。我们能不能够信任这个人？我们敢不敢去信任这个人？
我们能不能够把坦诚交出去？当然了，并不是说你把坦诚交给所有的人，肯定是有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会让你希望，他会让你想去相信，去坦诚。那么在你给出这个承诺之前，你先去了解他，看这个人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很好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去勇敢一点点，对吧？我们也要勇敢一点点。第二个呢，我也会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个就是很有诚意的一个朋友吧，很有诚意的一个人呢，走进你的生活。这个人可能是你不期而遇的，这个人可能是你不曾寻求的，但是他就降临在你的生命，他可能会给予你一些非常珍贵的人间的情谊。我们在讲真情，我们在讲实意，对吧？他会给出一些真情，他会给出你一些你想跟他交换的很珍贵的一些我觉得是情感的，或者是你的一个本心啊什么的，甚至你们两个人会结为同盟比方说这个如果是感情关系里的话，就是结为同盟嘛，那你们可能会结婚你们可能会成为灵魂伴侣你们可能会共筑爱巢那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工作当中的一个，比方说战友的话，也许你们会一起开公司也许你们去合作也许你们会把资金和资源放在一起，然后共同的去创造一个比方说项目或者是共同的去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个都是 commitment。 OK，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 commitment 我也会觉得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吧，你们在灵魂探寻的下一个阶段呢，也是要去承担一些责任我觉得是责任相关的内容。就有的时候吧，我们可能会把责任就是交给别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 Seven of Wands，我们这里有很多的选项，我们可能想去逃避，我们想不要去做选择，因为如果不是我们选的，那么这个后果就不用承担。那么这个8号牌在告诉我，接下来第3组牌的朋友，有些选择你不能再去逃避了，有些决定你不能再交给别人了，别人也不会再帮你去做了，你得自己下决定，你得自己下决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命运发生改变。因为只有这样你的想法变了，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才会改变。你要去得到的东西，你想去遇到的东西，以及这个心里真正想追寻的东西，才会真正的到达你的身边，你才能够真正的用眼睛去看到它。所以在你眼睛去看到它，去显化这个实相之前，你心里得先去接受它，接纳它，并且承担它。这个也是8号牌。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的这个另外的一个牌卡我们来看一下，你即将经历哪种灵魂的探寻呢？感恩宇宙。真相将要被揭晓，真相呢将会被你发现。我们看到这个眼睛，这个眼睛里面呢是一个人的样子，它是一个真实的样子嘛，所以真相会出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当你去勇敢的接受这个所谓的下一个阶段的灵魂的探寻，你将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一个更加勇敢的自己，一个更加美好的自己。有些东西可能现在你看你会觉得说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下一个阶段你去接受这个灵魂的探寻，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可能真的跟你当下的以为不同。我们看 perception， 以为是什么样子，你现在以为是这个样子，其实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对这个真相有好奇心，如果你对这个未来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期待的话，那你就需要勇敢，你就需要去让自己坚信，哪怕这个过程里面是黑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她要走一个黑颜色的长廊嘛，那么你的心里的这束光要绝对的亮，你的指路的这个灯得是你的心，不能是你的眼睛，因为眼睛告诉你的可能是这个，你必须用你的心去帮你指引方向，帮你转动这个命运的轮子，你才能够真正遇到心中的所爱。揭露这个真相，你想看到的真相。好，最后一张牌我们看一下
这张牌是 A Burst of Magic， 讲的是惊喜。这个是莲花当中盛放的一个新的一个灵力啊，它讲的是一个创造。用魔法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啊！你看这个莲花盛出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花灵。这张牌是我们顶轮的能量啊。宇宙在讲呢，你即将经历的灵魂探寻呢，可能是你自己的重生。这个重生呢，它有的时候不是身体上的重生，它是意识的重生。比方说你当前看待这个事情，你会是这个角度，你会是这个层面，你会是这个高度。但是如果你去经历所谓的灵魂的探寻的话，去让自己的灵魂去成长，去经历，去感受，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灵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全满，更加的光亮。你会在这个盛开的莲花当中重新绽放出来，这个绽放出来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更加坚定的，更加成熟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讲，其实无论我们是工作上、学业上 OK 情感上家庭里，无论是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它是这个事情没错，但是无论是什么事情，其实最后还是来到了我们自身，我们的本身，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念头是什么，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只有这个东西发生变化了，这个外面的东西才能变，无论是情感的、人际关系的、金钱的、工作的 OK 家庭的，这些事情才能变。所以如果你想去解决任何的问题，你想去追寻任何你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去追寻的目标和理想，那你就需要从自己出发，先要去改变自己的想法，改变自己的意识，并且坚定和相信自己的这个梦能够实现，那么这个梦才能实现。好，那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我们要把能量拉回到当下，我们要来问宇宙当前给你的一个指引，或者是给你的一个最强建议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那今天呢，我抽到的是10人。这个10人呢，就像一个大家可以想想那个石林，或者是那个大山，无论是石林还是大山，它的能量呢都是坚固，能够经历得起岁月的打磨，能够经历得起时光的流转。这些石人、这些石山、这些石林，他们从没有发生过变化，并且在这里，这些石人他们见证了时间，他们见证了改变，而他们却依旧不变。所以这张牌呢，在告诉你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当下给你的这个建议，关于你即将经历的这个灵魂的探寻，你要在心里知道，这个沧海桑田时间的这个飞速的流转，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不变的是你的初心，不变的是你这个人的本质。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无论这个过程是什么，最后你都会回到这里，你都会回到你的家，回到属于你的地方。那么就像一个孩子，他长大成人18岁，他要挥别他的故土，他要离开他的家乡。那无论他外面走到哪里，他经历什么，遇到多少不同的人，他的最终，对吧？他回过头来看，其实他还是那个18岁离家出走的少年，他还是他，只是说这所有的经历，这所有的旅程，都是去让他成长变换。但是这个变换不是变换他的本质，而是让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更加，我觉得是活得更加圆满吧，并且让自己你看18岁的时候是一个初心，是一个梦想，是一个探险。那么等他完成这些梦想的时候，他就是回到了那个地方，他把所有的想法都走了一遍，他把所有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这个时候才回来。所以变了吗？没有变，他还是他。所以呢，宇宙在告诉你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一定要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在无限的改变当中，那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连接的这一个你即将经历哪一种灵魂的探寻相关的一个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们呢有所帮助，有所指引。
祝福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都可以遇到自己的秘密花园。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